美国不会打这种仗，3支航母战斗出去了以后是怎么一回事不管，但是不可能隐藏实力说啊，我把手绑起来，我让你左手左脚，企图跟意图是完全不会保留。不要再讲说美国什么没有出全力。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鉴于2025年伊朗的主要的防空力量以及伊朗的以色列大幅削弱的情况底下，再加上12月的这场内乱，导致美国跟以色列认为有机可乘，他们也认为现在不打伊朗简直就是会后悔终生，因为现在是伊朗最虚弱的时候，所以我们才会看到一开始特朗普的第一份作战计划里面要求是4个小时要达成战略目标，然后后来慢慢修正成4个礼拜到6个礼拜，到现在你去问特朗普，你去问赫格塞斯说什么时候可以终战，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但是特朗普还是可以直接宣布说，哎，我们已经完成任务了，美国赢了。特朗普可以走，美国可以走，但以色列不能走。伊朗周边的这些海湾的国家不能走，他们可能还要相处几千年以上。所以整个战略拟定的过程，依据的是非常草率的判断。除了从美国跟以色列的角度来看，他们评估伊朗是在一个非常虚弱的情况，而且国内有内乱，看起来也不是马上可以镇压的下来。神学式政权还是稳住，但是社会底层有一股暗流涌动。那伊朗反对派可能在美国跟以色列攻击伊朗，甚至把伊朗政府的控制能力，比如说暗杀最高精神领袖，把伊朗台面上所有重要的政治人物跟领导人物一举铲除之后，可以帮助伊朗的反对派很快的夺取政权，让伊朗这个国家转变成一个亲以色列或亲美国的国家。这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打算。但是伊朗毕竟不是如美国跟以色列所想象的这样。但是一旦这个国家被因为外力引导而四分五裂的时候，看看利比亚，看看叙利亚，我想波斯人不会这么笨。当然很多的宣传，很多西方的宣传，或者是很多相信的美国宣传那一套的手法，伊朗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跟着走，因为几率分布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哈梅内伊被以色列炸死，那整个伊朗国内的形势马上迎来一个急剧的转。那我想这些都是一些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预想到的变数。我不再使用骑射的方式在宣传上面取得很好的效果，但是我在实质上，不管在经济上，在心理上，给你造成持续的打击。那这个就是伊朗现在使用的策略。那对于伊朗来说，他现在只要做一件事情，我只要玩躲猫猫玩得好，你就拿我没办法。那过去伊朗为什么玩躲猫猫玩不好？以色列花这么多的功夫，结合伊朗内部的摩萨德跟以色列空军，千方百计就是要突破伊朗的防空系统。那这是我们过去20年看到美军的空地体战这种作战思想、作战指导所延伸出来，就是你在进攻一个具备防御能力的国土的时候，你第一个要处理掉它的防空系统。所以以色列这个做法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现在时代已经改变了，雷达为什么要攻击敌方的防空体系？就是因为敌方的防空体系可以给对手一个感知的能力。但是现在科技进步到一样可以得到态势感知的能力，但是并不一定完全需要地面的防空雷达。我只要有强大的空间探测设备，我就可以某些程度上面代替掉雷达，可以补足雷达这个部分。攻击的话，我需要防空系统这么灵敏或及时的反应。但是我如果要玩躲猫猫的话，只要我能够有得到某些好朋友提前预告，提前跑还是可能的。这个就是大概可以解释第3点，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今年2026年的军队跟2025年伊朗军队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伊朗包含革命卫队跟伊朗国防军好像眼睛被蒙起来跟以色列对打，但是今年大家都看得到，以色列跟美国看得到伊朗的实际部署的情况，伊朗也有某些管道可以得到一些预警，就是美国跟以色列不管是在周边基地部署，海湾国家周边基地部署的情况，甚至美军调动，甚至以色列军队调动的情况，伊朗在某种程度上面也可以掌握。那这个就是看到2025年到2026年，不管是革命卫队还是伊朗国防军，最大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因为这么短的时间几个月，他没有办法重建被破坏掉的防空系统，建防空系统很贵，而且要花很长的时间。再来是伊朗的空军还是原本的伊朗空军，新的飞机也没有到。那伊朗海军的规模，有些国家的远洋渔船船队可能比这个伊朗海军规模还大。伊朗在他们的以色列跟美国的理解里面，伊朗的无人机还是某个程度上面必须要依靠西方的 GPS 的定位。如果是依靠 GPS 的定位，那以色列跟美国只要关闭海湾国家这边的 GPS 的定位，那就可以让伊朗的无人机精准度降低，甚至达不到目标。但我们这次看到伊朗的无人机个个都非常精准，甚至可以很准确的命中。那我们看
伊朗攻击的画面，它也是让动距很近，它就是命中他要的，因为你只要稍微偏差个5公尺10公尺就炸到另外一栋大楼，没错，但是没有，它就是导到他要的目标，这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伊朗现在无人机所依赖的导航跟定位的系统，一定不是美军的 GPS， 它必定是依赖其他国家所提供的这个服务。那当然，因为我们没有实际上的证据，而这些东方大国，比如说像我们原本对伊朗的期待，就是把战争拖到第2个礼拜，要让川普或者是以色列快速的宣布胜利。显然的，很快到明天就达标了。但我们知道，任何的战争只要超过2个礼拜，接下来要超过2个月就会很简单，因为这表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没有一方可以很快的逼迫另外一方服从自己的意志。我们不能讲长期，但是这场战争就没有办法快速收尾。对，因为被打的那一方觉得自己有底气，他有信心可以跟你对抗。主动攻击的那一方会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可是又下不了台，必须要加码，那很容易会让战争以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往其他的方向蔓延。但是我们很好奇的一点就是，既然伊朗已经没有长程的防空预警的能力，甚至中程防空预警的能力也没有，但是伊朗仍然能够具备一定的区域防空能力。再来是我们看到非常多以色列跟美国发布的轰炸伊朗目标的这些视频，那这些轰炸目标视频有一个特点引起我们非常仔细的观察。五角大厦其实并不会不知道，他发布的这些视频不是从飞机上面拍，就是从导弹的视角最后上传回来的资料所截取下来的，非常多都是伊朗的无人机的发射车、伊朗导弹发射车被精准的命中，但是并没有第2次爆炸。对，这个很特别，就是美国的导弹还是很准，该炸的它都炸了。如果它这个导弹发射车里面有导弹，那它在被攻击了以后，导弹上面本身的爆炸部应该会因为这次攻击产生第2次爆炸。我们在视频上面可以非常清楚看到会有两次的火光。对，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军事识别或辨识的一个技巧。但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回过头去看五角大厦发布的这些视频，很少有2次爆炸。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断定这个车辆就是空车。你花了这么多远程奔袭，花了这么多的成本去炸空车，这显然非常不合理。可是伊朗在每一天，它依然可以持续对这些美国有基地的海湾国家发射攻击，就表示伊朗的反击力量并没有被完全摧毁。这就让我们有一个比较曲折的观察，就是我们在怀疑伊朗是不是得到某种提前预警美国跟以色列攻击的这个波次，甚至是攻击方向，甚至已经可以提前预测这一批的美国的军机飞上来，那他们不会深入伊朗的领空太多，那他们会透过比如说像滑翔炸弹或者是其他的空对地的导弹去进行攻击。那这些预警其实非常容易被抓到，那也非常容易提前通知伊朗目前散布在各个地区的担任反击作战的这些单元。那这个是我们很好奇的点。那前2天特朗普不是开记者会讲说，美国已经完成任务了，因为伊朗可以炸的目标都炸了。但伊朗如果可以完成炸的目标都炸了，那为什么伊朗还有反击的能力？甚至革命卫队都还有底气讲说，我们还留很多东西准备给你们惊喜。那革命卫队讲完的当天晚上，我们就在以色列上空看到伊朗的重型远程弹道导弹带集束弹头开始散布。所以事实上，就战略打击的层面来说，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的战略打击并不成功。那就战术的部分，我们当然不会怀疑，因为美国跟以色列绝对有能力在伊朗缺乏足够的防空跟防御的体系的时候，去攻击他想要做的目标。但是战术成功了，并没有办法决定战略失败。为什么？因为伊朗现在的情势就很简单，他只要跟教员学论持久战，他把他的作战实力分布，他采取更灵活的方式。我不要集中兵力，我不想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跟你决一死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伊朗很少在这一次的反击行动里面，再像去年2025年有那个飞弹齐射。第一个是浪费自己手上的反击的力量，第二个就是你一个齐射的飞弹，其实是在给美国跟以色列的萨德提供一个早期预警的很重要的指标。你现在就是在村子里面随便放2枪，达到的效果可能都比你对着这个村子然后一通乱打还要有效。
那现在伊朗的胜利方程式也很简单，伊朗就是把这个战争跟这个冲突尽量往后拖，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以色列都没有办法在没有地面部队进入的情况底下，长期去维持在伊朗的空中的优势，就完全的出现了2种不同的经验法则的延续。刚刚老师其实有讲到嘛，就是说第一个他们做好了长期的准备，第二个呢，他们已经理解到了，如果再像12日战争这样的反击的话，效果是有，但是呢，打蛇打不到7寸。对，所以我觉得他们最关键的是他们加强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所有的战场部署的预计划。我觉得他那个拟定的计划确实相当不错。比如说呢，针对了美国的所有的基地，他大概已经都调查完他们所有的空防。当然，这情报怎么来的啊？这个很有意思。好，这个军事非常的准确，非常准确。谁有多少防空系统，该怎么屠防？我要打几只小摩托才能够伤到你的这个要害？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点，可能你长期研究或关注战争才会知道，就是情报在一场战争里面的重要性。情报就是你军事力量的眼睛。你如果没有情报，你是一个孔武有力的壮汉，但是眼睛被蒙，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要打哪里。情报是让你的军事实力发挥最重要的一个条件。你可以狂轰滥战，你在没有情况底下，你依然可以投射火力，但是就是会实际的效果会跟你真实的力量差距非常大。美军之所以以往无往不利，就是因为美军知道情报非常重要，所以美军不管是战略情报者收集以及发展战略情报、战术情报所需要的技术上面，美军是从来没有在手软，投资在这上面的钱非常非常的高，而且它可以这种投资可以带来非常巨大的报酬。那过往美国在很多欺负弱小国家打治安战争的时候，它会比较使不上力，就是因为这种确定的目标隐藏在人群里面的目标情报是比较难以获得，所以美军的真实力量有时候在这种战争里面会比较容易低估。可是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正面对正面的对，因为伊朗毕竟不是一个小的国家，美国也不可能隐藏实力说啊，我把手绑起来，我让你左手左脚，美国不会打这种仗，美国只要打仗基本上都会出全力，所以不要再讲说美国什么没有出全力，3支航母战斗出去了以后是怎么一回事不管，但是他们的企图跟意图是完全不会保留，因为美国人很清楚，一个远征军作战完全没有保留实力的空间，这个是美军不管在怎么程度差都不会犯这样错。再来第二个我要补充就是所有的我们知道在一般或打败党会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所有将军都在打上一次他成功的战，他上次成功的战役就是委内瑞拉，所以很多的作战计划跟委内瑞拉的这个方式会影响到这一次的速胜，这一切的作战计划、作战规划完全往速胜去推，甚至在美国海军自己本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硬要派航母战斗群，那这些其实都在未来会给美国带来非常多负面的影响。再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永远不要低估你的对手，没有错，伊朗可能有自己严重的国内的问题，但也可能伊朗的防空系统可能去年被摧毁的差不多了，但是伊朗这个国家毕竟有50倍的台湾大，它有9000万的人口，那你真正的要达成你的战略目的，你又不想派地面部队，不想去拼命去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你只想要偷鸡摸狗，想要丢几颗炸弹，伊朗人就会屈服了。拜托，伊朗不是拉丁美洲国家，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现在策略很明显，伊朗策略就是让美国能进行持久战的能力不存在，但是伊朗自己本身就可以利用能够进行持久战的能力，在外交或者是谈判场合上面去得到伊朗想要得到的筹码。伊朗已经设下这个目的以后，那伊朗如何去做完这个目的？它策略非常明显。第一个，伊朗过往是不动这些海湾国家，因为怕对等报复。伊朗自己本身也有油田，而且伊朗油田产油设施跟对面的产油设施又都紧在一起，大家都很接近，所以本来就有默契，不管怎么样冲突都不要动油田。没错。但是以色列去炸了油田，那这个就基本上就是让波湾这些国家不可能在未来美军或以色列采取任何的行动去跟美国跟以色列站在一起。他们也许不会帮伊朗，但是他们不可能像过往一样支持。就是现在美军没办法打这种轻松仗，美军没办法打这种轻松仗，就代表美国如果真正想要扳回面子的话，他得要倒退6个月，因为他没有6个月的时间，他没办法重建波湾这边的补给线。川普正式宣布签署了一项命令，美国时间12号30天的许可证，允许各国购买目前滞留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跟石油产品。Oh no no no， 这是为了稳定这个受伊朗动荡的全球能源市场。但是看起来油价依然是非常高企，没有一波流涨那么高，但是现在又涨回去了。就在半个月前，欧盟开完会以后，发布了对俄罗斯的第19还是第20制裁，针对的就是俄罗斯影子舰队。俄罗斯在海上面跑来跑
去的邮轮。那现在美国人说开放了，那请问欧洲怎么办？所以现在的情形就是，当油价涨超过每桶超过120美元的时候，就不再由川普讲话，不会由欧洲讲话，接下来就是由普丁讲话，因为普丁可以决定我油要卖给你或不要卖给你。你如果想要买油，接下来就是你要听我的条件。所以未来一旦油价涨到120美元每桶，甚至超过更多的时候，俄乌战争会以非常离谱的情况转弯，战场上面变得不再重要，因为真正在背后支撑乌克兰打仗的这些欧洲国家能有多少经济成长，就完全取决于俄罗斯要不要卖给你石油，要不要卖给你天然气。为什么现在战场上我们看到的变化非常的诡异？第一个，俄罗斯现在很忙，就是他数钞票都来不及，打仗就是打钱粮，就是当俄罗斯有这么多的钱了，那就可以选择我到底要慢慢打呢，还是我要开心的打，还是我要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了。当俄罗斯有这么多的钱，换俄罗斯去中南美买雇佣军呢，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欧洲还能不能撑得住跟俄罗斯这种不断的放血的攻击？那到底谁会先垮掉？可能泽连斯基还在，欧洲这些领导人可能全部都要换一轮。现在俄乌战争的情况会变成是一个非常诡异的情况，油价不断的在涨的，普丁也在不断的修正，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以更符合俄罗斯利益的方式去结束这场俄乌的冲突。中东的战争还会再拖，一旦中东的战争拖，原油的价格就不可能掉。现在市场上面会有很多操纵的力量，但这些操作的力量主要目标都割韭菜。那我们知道整个波斯湾每天输送的石油就是20%，那这个缺口不补上，什么大户人家从自己口袋里面战备储油去讲。现在我们去看每个国家讲说我们要为了挽救油价，所以我们可以把家里面的米缸的纯米拿出来。但真正威胁风险来临的时候，这些国家一滴油都不会卖。国家基本的民生可以运，战备储备不是拿来让你做生意，各国的战备存油都是让一个国家维持社会秩序运转最低的底线。你等于把保命的东西为了做面子拿出去市场上面卖，还赚不了多少钱。回来以后你就得面对这样的政治任务，因为毕竟其他的国家不像台湾不需要负担政治责任。那看起来老实讲，最大受惠者就是俄国。最后有一个事情就是也小的请教一下，很多人说那美国不是也产油吗？他不是也在油价受惠吗？为什么川普那么怕油价高涨？因为油价涨，包含美国自己国内的油价也会涨。美国是资本主义，它不是社会主义，大家都弄错了。美国政府是没有能力控制美国的油价的，因为石油商要卖多少是石油商开心的。对，美国政府是连他的监狱都控制不了，因为他的监狱都已经商业化跟上市柜了是这个样子。美国的油，他的油商是不在乎你国内油价涨不涨，他要爱涨卖涨，他就是往欧洲老爷要油我就卖给你，因为他就金主嘛。美国因为是世界的终端消费市场，基础民生的东西一涨，它受终端它是指数级的增长。另外一个就是会有心理的效应，就是大家都预期石油会涨，我就不会卖。我知道明天会涨3，今天卖我就赔3块。大家不卖，供应会短缺，所以即便美国手上有油，美国的民间消费市场的油一定会涨，会有策略性的调整。比如说，把伊朗这个暴揍一顿，是不是要开始战和两手策略？比如战，我骑士于攻击，但这个和这个部分诱之于和谈或给予一定的利益。那另外，你的战局打到什么程度，发现不能再打了，打下去，我美国根本的国家利益都会受损。那持续打下去不得了，你有没有这种止战停损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或者评估的一个标准？我们发现都没有啊。还有打仗以后，自己在伊朗周边这么多美军基地，但防御却是那么拉垮。针对伊朗它特长的各种形式的飞弹，还有无人机，你面对这样的攻击，你要如何有效防御？如何有效强化相关国家的防御能力？不只是美军基地，相关国家也很重要啊。如果这一相关国家也被暴揍一顿，被伊朗暴揍一顿，给予你更大的政治压力，那这对你推动这个战争的整个过程来讲，会产生很大的一些外部压力哦。因此，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环节、相关的设想，我们发现美军事实上没有准备好。而美军这一次的攻击，我认为就符合他过去20年来这种战争模式，还有美国擅长。美国擅长就是高科技、精准打击这种暴揍式的模式。那如果战争能够快打快结束，美军胜利，但
如果变成消耗性的冲突，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尤其是以色列这种小的国家，它的战争的能力、综合的真正能力，它的弱点就暴露无遗。特别是俄乌战争，我们都知道，哇，打到这种份上，打4年的战争啊，发现国家大，综合资源多，那综合军事能力强，它就会压倒对方，取得上风。我想如果这战局持续打个几个月、半年，我想以色列它首先不知，因为它的国土面积太小，它的战争潜能虽然我们认为它的军工能力很强，它的这个武器装备都远优于对手，但打到要拼国力、拼消耗能力，以色列这种类型的国家，它本身的缺点或者弱点就会展示在大家的面前，而在这样的形态战争里面，它落居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